我是现在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我母亲85，她是阿尔茨海默，也就进入了照护阶段了，3年多了。日常是语言无法描述的，累得精疲力竭。很多人呢就觉得你应该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更有价值的一些事情上，不是在干这个。很多人觉得北大教授可能生活条件比一般人要好，都这么的困难，那我们怎么办？有一些会本能的认为我们是女人干的事情。我也在看这个胡勇老师，我发现你在完全跟以前生活不一样的这个过程里，对爱、对陪伴也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哈。千百年来，我们基本上就是把这种照护啊、关爱这些事情，就是把它甩给女性去做，因为女性是相对没有权势的。生命当中到底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你要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排序。他在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他特别的窝囊。以前他可能就是极其开朗的那么一个人，极其利索的一个人，把各个地方都弄得特别脏。我会觉得命运像一个开玩笑的人。不要他了，不要他了。照顾会把你所有的全部打乱。我冲他大叫大嚷的时候挺多的。我哥和我姐也会冲他叫，委屈。明明已经为你牺牲了这么多，你还是对我想骂就骂啊，把所有东西摔一地，大声的嚷嚷，这些时刻都会让你失控。就是所谓的破防嘛。我妈第一次就是很正经的、很严肃的问我：“你妈妈好不好？”就是你的眼泪就下来了嘛。照护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公开讨论，你不能摆出一个姿态，不管我怎么说你也不懂。我有巨大的压力，我也需要社会的帮助，要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人的基本境况的这个角度来认识。我一般6点半起来，现在就是除了上课，我还有一些公共活动，然后其他时间我基本都在家里待着，就不出门，所以挺简单的。我负责买菜，饭基本上是保姆做的，是上午和下午都会推老太太去晒太阳。我陪她说话，有时候带她认识一些简单的字儿。中国家庭的一个运作的基本模式就是，大家从来不当面把任何事情说清楚，要把这种衰老、病、死亡全部放在桌面上讨论。很独特的东西就是你在生命的两端都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没有人照顾，这个小孩就会夭折，然后这个老人就会被遗弃。三明治的这一代人，这两头同时失利嘛，我就得求得我的伴侣的谅解，然后我的孩子的谅解。现在这种情况，我可能能做到1/3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一直在各种内疚当中挣扎。我以前可能是国内国外到处跑，把很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写书啊，然后写论文这个上头。但是我现在就得削减这个时间。生命本身在早期的时候，它是努力的去找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到了一定的阶段呢，会变成收敛。我是一个就是很难丧失意义感的人，不管做什么事儿，就是我都觉得不徒劳。你做父母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嘛，那么你照顾你的父母也一样构成了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我接到的留言当中有很多说，那胡老师你为什么不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呢？我当时做养老院的考察的时候，我妈不愿意，就把这个动议彻底就废除了。老人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跟他的尊严最相关的是什么？独立自主。子女会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你，机构就是你周围全是陌生人，对你的各种限制。从符合人性的角度来讲，人是应该居家养老。过去中国它是一个家族养老，但是现在呢，大家庭瓦解了，近距离居住的这种环境也瓦解了，父母也没有那么多子女了，不能罔顾这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家庭结构的变迁。我比较期待很多的问题由社区来解决，越来越好的社区卫生中心、社区食堂、托老所。我也讨论过，就是在什么程度上它还是我妈的问题嘛。一边在想这个人工智能的事儿啊，我认为身体极其重要。我妈意识上不是我妈了，身体上她绝对是我妈。我在辅助她的时候，我能清楚地想到我以前跟我妈接触的所有气息。
一般的人总是问他说你记得我吗？其实这些交流他已经完全建立不了这种关系了。实际上对他进行一些很轻微的按摩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我走了啊，我上班去了啊。到点了，到点了。你没吃饭呢？我吃完饭了。有饭吃吗？有饭吃。当你跟他握手的时候，他把你手攥得很紧紧的。他知道我是他很亲的一个亲人。你干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事儿，永远没有成功，必然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这其实是里尔克的一句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